芭芭拉是一位天真无邪的少女，她在一次外出时遭遇了残忍对待，尸体被遗弃在了一处偏僻的灌木丛里。案发后，警方迅速展开调查，他们意外发现了女孩身上的秘密，并根据这条线索很快锁定凶手。尽管案件看似简单，破案却足足花费了20多年时间。等到真相大白后，受害家属得知了一件难以接受的事情：凶手在犯罪时，他们就在旁边，但却完全没有察觉。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熊。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本萨勒姆镇，这里位于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，距离费城大约29公里，人口约为6万2千人，是雄鹿县的一个自治乡镇。主人公芭芭拉·罗文出生于1970年3月10日，案发时年仅14岁。芭芭拉是家里的独生女，成长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个相对贫困的家庭。她的父亲罗伯特是一名勤杂工，母亲帕特里夏是一名全职裁缝。从很小开始，芭芭拉就一直跟随父母四处搬家，这让她的成长环境非常不稳定。直到1984年，他们一家搬到了本萨勒姆镇的一个拖车公园，才算暂时安定下来。芭芭拉被描述为是一个内心世界丰富、非常天真的女孩，相比于同龄人显得稍微有些幼稚。正是这个原因，她在学校经常受到同学们欺负。每当芭芭拉遭遇校园霸凌的时候，她通常不会反抗，也不敢告诉家人，总是一个人默默忍受。久而久之，芭芭拉就对同龄人产生了抵触心理。她不喜欢和这些人交往，只喜欢比自己年龄大或者小的人在一起玩耍，因为只有和这两类人在一起，芭芭拉才有安全感。芭芭拉的家人对此非常担心，他们常常告诫芭芭拉不要和陌生人还有比自己大的人在一起，这样会很危险。但芭芭拉并没有听取家人的建议，她还是一如既往地和这些大朋友们在一起，甚至还瞒着父母在家附近找了一份看孩子的兼职工作。芭芭拉之所以不告诉父母自己找工作的事情，只是想赶在父亲过生日之前攒钱购买一份生日礼物。然而非常不幸的是，芭芭拉还没有等来这天，就在一次外出时不幸发生了意外。1984年8月3日，一个宁静的周五下午，芭芭拉带着棒球手套、一个棒球还有一台收音机去了外面玩耍。临走时，她没有告诉父母要去哪里，芭芭拉的父母也没有过多询问，因为他们知道芭芭拉很遵守规矩，每次出门都会在晚上7点之前回家，这也是他们规定的最晚到家时间。不过这次却出现了异常情况，截止到晚上7点30分，芭芭拉一直没有回家。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劲后，芭芭拉的父母立即去了外面寻找，他们挨个询问了附近的邻居，并找遍了芭芭拉可能会出现的地方，但一直没有发现芭芭拉的任何踪迹。晚上9点30分，芭芭拉的父母向警局报告了失踪的消息。接到报警后，警方立即展开调查，通过走访芭芭拉的朋友，他们很快获得了第一条线索。朋友杰西告诉警方，芭芭拉最近刚认识了一名叫詹姆斯的21岁男子，两人经常在一起玩耍，关系非常亲近。杰西的说法引起了警方注意，他们认为一个成年人不太可能和小孩子成为朋友，詹姆斯接近芭芭拉可能另有目的，于是马上对他进行了询问。詹姆斯告诉警方，他和芭芭拉是在最近一次棒球比赛中偶然相识，两人能成为朋友也只是因为他们都喜欢棒球这项运动。失踪当天下午3点左右，他见过芭芭拉，当时他们在附近的空地上玩了一会儿接球游戏，但是没多久芭芭拉就说有事提前离开了。他不清楚芭芭拉之后去了什么地方，也绝对与这起案件没有任何关系。为了印证自己的说法，詹姆斯主动提出了测谎，测试结果表明詹姆斯没有撒谎，于是警方排除了他的嫌疑。接下来警方按照芭芭拉离开的线路走访了附近的住户，很快他们又获得了第二条线索。一位知情者表示，当天下午4点左右，他看到芭芭拉去了一个叫肖恩的男人家里，肖恩和妻子有一个3岁多的孩子。大约几周前，芭芭拉成为了他们的兼职保姆，几乎每天下午芭芭拉都会去肖恩家帮忙照看孩子。得到这条线索后，警方马上对肖恩进行了询问。肖恩告诉警方，这
这天下午，芭芭拉确实来过他们家，当时芭芭拉还带着一台收音机，还有棒球手套。原本芭芭拉应该在下午6点30分下班，但这天芭芭拉说要把收音机还给朋友，于是就在下午5点30分提前离开了。芭芭拉走后，他给孩子洗了澡，之后又带着孩子看望了他上夜班的妻子。两人在8点左右吃过晚餐后，他就带着孩子回家了。他并不清楚芭芭拉失踪的事情。警方对肖恩的说法表示怀疑，因为他是已知最后一个见到芭芭拉的人。为了验证肖恩的说法，警方对他进行了测谎。意外的是，肖恩也通过测试洗脱了嫌疑。调查进行到这里，警方已经没有了可用线索和怀疑对象，他们只能通过最原始的搜寻尝试找到芭芭拉。2周过后，警方有了一个令人痛心的发现，他们在一条公路旁的灌木丛里找到了芭芭拉的尸体。芭芭拉被发现时，身上只有一件吊带背心，下半身没有穿裤子，四肢和口鼻都被粘上了胶带，尸体已经出现腐烂现象。法医对其检查后，确定死因为窒息，死亡前曾遭受过侵犯。由于尸体腐烂非常严重，他们没有在上面获得有价值的线索，唯一的物证是那些缠绕在身上的胶带。但是当年还不具备检测胶带是否存在证据的相关技术，所以这些物证暂时还无法发挥作用。警方能做的只有公开案件信息，寻求民众的帮助。经过媒体的不断报道，芭芭拉遇害案在当地引起了极大关注，一时间警方接到了大量举报电话。其中一对夫妇告诉警方，他们在芭芭拉失踪那晚刚好路过了抛尸地点，当时他们在路边看到了2名男子正准备从后备箱里往外搬东西。这2名男子注意到他们即将经过后，迅速关闭了后备箱，所以他们没有看清楚里面放的什么东西。一开始他们也没有特别在意，但现在回想来看，他们认为那2名男子可能就是抛弃芭芭拉尸体的人。虽然这对夫妇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，但遗憾的是，他们没有看清楚那2名男子的样貌和车牌信息，只能描述出2人的大概体貌特征，一胖一瘦，分别留着深色和棕色头发的白人男性。由于这些描述太过笼统，警方无法进一步调查，所以暂时放弃了这条线索。与此同时，警方又接到了另一条具有价值的线索。一位居民报告称，案发当天下午5点左右，他在肖恩家见过芭芭拉。当时他准备找肖恩咨询一辆正在出售的汽车，但是肖恩不在家，开门的是他的保姆芭芭拉。芭芭拉说肖恩有事外出了，需要过几个小时后才能回来，于是他就离开了那里。这位居民提供的线索马上引起了警方注意，因为按照肖恩先前的说法，芭芭拉离开他们家的时间是在下午5点30分。如果这种说法是真实的，那他在那段时间不可能不在家。继续调查后，警方又发现了肖恩证词中存在的其他可疑地方。当时肖恩声称芭芭拉提前离开是为了归还朋友的收音机，但是芭芭拉的父母却表示收音机是芭芭拉的个人财产，所以并不存在归还朋友收音机这种事情。鉴于这些新发现，警方又把注意力重新放在了肖恩身上。在第2次问话时，肖恩明确表示芭芭拉就是在下午5点30分离开了他的住所，那位居民一定是记错了上门时间。关于收音机的事情，肖恩则解释说他并不清楚收音机到底是谁的，可能是芭芭拉欺骗了他。警方显然不会轻易相信这种说法，随后他们申请搜查令，检查了肖恩的住所。虽然警方没有在肖恩家找到谋杀的直接证据，但是发现了几卷与芭芭拉尸体上相同类型的胶带。这些胶带不论是材质还是大小，看起来都与物证胶带非常相似。在把胶带送去检测的同时，警方暂时拘留了肖恩。然而几天后，他们却得到了一个难以接受的结果。分析人员经过比对后，不能确定芭芭拉尸体上的胶带是否来自肖恩家发现的胶带。检测结果让警方失去了最有力的证据，由于他们无法将肖恩与这起案件关联起来，所以只能无奈放走了他。后续警方又调查了肖恩的人际关系，并询问了他的一些朋友，但都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结果。调查进行到这里已经陷入死胡同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案件逐渐陷入停滞。2004年，案发20年后，当地警局开展了一项悬案调查工作，芭芭拉的案子也因此重新回到了警方视线。负责处理这起案件的是克里斯和麦克2名警探。
两人在看过办案材料后，一致认为肖恩肯定就是凶手。当年没有找到定罪证据，应该是某个环节出现了差错。考虑到当年检测技术有限，于是他们重新提交了物证检测申请。在等待检测结果期间，两人又挨个走访了当时的目击者和肖恩的朋友，他们想搞清楚这些人里是否有人因为担心报复隐瞒了某些事情。也正是这次走访，让警方获得了一条至关重要的线索。肖恩的一位朋友告诉警方，案发那晚，肖恩在和妻子吃过晚餐后，就与一名叫鲍比的朋友回家了。鲍比知道事情的全部经过。警方了解到，此时鲍比已经被关进了蒙哥马利县的监狱，于是他们马上到监狱审问了鲍比。鲍比告诉警方，案发那晚他确实和肖恩在一起，当时他们在肖恩家吸食了违禁物品，但他从未见过芭芭拉，也并不清楚这件事情。警方对鲍比的说法表示怀疑，于是对他进行了测谎。测试结果表明，鲍比没有说实话。警方向他继续追问案情真相，但鲍比一直不愿意配合。面对这种情况，警方只能被迫终止审问。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，问话结束后没多久，鲍比就在监狱内给女友打电话说了这件事情。他在电话里说道，只有3个人知道芭芭拉遇害的事情，一个是他，再一个是上帝，还有就是那个作案的人。I gotta call them up. I've been thinking there's only 3 people that know about it. Me, the Lord, and the person that did it. You know what I mean? 这通电话被监听并保存了下来，这使得警方找到了让鲍比开口说实话的证据。警方将电话录音和相关材料提交给了当地检察官，检察官有权依法传唤鲍比作证。鲍比没有拒绝回答的权利，并且也只能说实话。如果他胆敢作伪证，将会面临严重的法律后果。鲍比深知这一点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只好如实交代了事发经过。根据鲍比的说法，案发那晚他去肖恩家只是为了吸食违禁物品，但没想到却出现了意外状况。肖恩在违禁物品的作用下变得非常兴奋，他突然起身，一把抓住芭芭拉，把她拖进了卧室。鲍比没有阻拦，只是坐在外面静静等待这一切的发生。在这期间，芭芭拉的父母曾经上门询问过是否见过他们的女儿，但是鲍比没有告诉他们实情，只是说他不认识芭芭拉。当时芭芭拉听到了父母的声音，她做了各种努力，尝试引起父母的注意，但是很快就被肖恩制服了。大概10几分钟过后，肖恩神情紧张地走出了房间，他告诉鲍比自己搞砸了。一开始鲍比没有明白肖恩的意思，直到肖恩说让他帮忙处理尸体，鲍比这才知道芭芭拉已经遇害了。起初鲍比并不想参与这件事情，但考虑到肖恩是个非常凶残的人，他担心自己会受到生命威胁，于是只好答应了。他们把芭芭拉的尸体放进了肖恩的汽车后备箱，然后开车来到了附近的一条公路。当他们准备抛尸的时候，正好被一对路过的夫妇看到了。肖恩和鲍比，也就是证人夫妇所说的那2个一胖一瘦的男子。与此同时，警方拿到了犯罪实验室的详细检测报告。最新的检测结果表明，芭芭拉尸体上的胶带与肖恩家发现的胶带完全一致，它们属于同批次、同厂家、同类型的工业级胶带。这些胶带在市面上很难买到，所以警方除了鲍比的证词以外，又多了一项可以定罪的证据。2015年，鲍比因参与犯罪被判3年至6年监禁。2年后，肖恩接受了审判，最终他因3级谋杀罪等多项罪名被判13年半至27年监禁。根据1984年的量刑准则规定，这是能够判定的最高刑期。好了，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请帮我点赞加关注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是大熊，下期见。